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制6亿新冠疫苗年内上市也就剩下几天了，无数据、无方案，非常贵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虽然中国的疫苗已经开始到处都在打但是其实是没有被批准的没有正式批准上市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组织我念给大家听，这个组织名字很奇怪，叫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副组长，中科院院士王军志这个人叫王军志。中国有个这样的叫专班叫专班那么王军志12月3号在第8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上表示，年内会有6亿支灭活疫苗准备上市这是一个专家组的副组长讲的话那我们姑且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王军志介绍截止12月2号，全球在研发的疫苗有214个那么其中51个进入了临床，中国有14个进入3期临床的有14个，那么中国占了6个中国进入3期临床的6支疫苗，其中4个是灭活疫苗其他的就不是很成功王军志说这灭活疫苗呢，本身是中国多年来在疫苗领域研发能力、技术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具有比较好的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他话就说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什么？因为灭活疫苗技术已经正在淘汰当中就是说开始有新的疫苗技术这新的疫苗灭活技术其实是成本高效果没那么理想的一种技术但是他当然王军志在这里讲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中科院院士，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特别具有科学的这种态度了王军志说，对于灭活疫苗，在我国比较成熟，技术也比较好他又在讲，他说灭活疫苗的主要特点与天然病毒结构最接近，所以应用以后人体的免疫应答反应比较强，安全性也是可控的这话说的不是很满另外它也比较稳定，可以在2到8度下运输，冷链运输很方便然后就是我们有丰富的经验，采用先进的纯化技术和质量控制技术，使抗原的纯化度达到95%以上，这和重组蛋白疫苗的标准一致。王军志说灭活疫苗制备出来以后，经过多期临床试验以后，已初步得到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结果。王军志讲，我这里就要讲几句第一个，灭活疫苗的技术基本上是现在最可以讲是最成熟，这个没有错因为一直在用这个。第一个是目前人类使用疫苗技术当中最成熟的技术，这没有错。但是它已经慢慢的被取代了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成本很高，它要培养很多病毒，从病毒里面提纯，所以这是成本很高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有一些缺陷，他没有讲这个院士就没有讲。其实灭活技术有灭活疫苗的缺陷是什么？就是当病毒变异的时候，它就有问题，因为
当它变异的规模比较大，它就覆盖不了，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那么新冠武汉肺炎病毒变异多少次？我上次看到的资料已经变异了2万次啊。说如果它变异的这个比较大的变异的话，那你就覆盖不了啊，没办法提供保护啊。继续啊，我继续把新闻讲完，就是所以中国其实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疫苗都是灭活疫苗，但是中国的灭活疫苗大规模的造假的原因在哪里？大规模造假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成本很高，它成本很高，它就有造假的动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疫苗，就是医药的监管部门完全失效，才会出现中国疫苗造假的情况，而且不是一次啊。我印象中过去10几年已经有将近10次大规模的造假的问题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国务委员王勇12月2号在北京调研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生产准备工作，实地考察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科兴公司、国药中生北京公司，深入了解新冠病毒疫苗科研攻关、生产车间建设批签发准备情况，充分肯定疫苗工作取得的成绩啊。孙春兰就讲了一堆的要求，下一步要加大严格，大概说的这个我就不念了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国准备批准这个疫苗上市了啊。那么中共就一直吹嘘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啊，集中力量办大事啊，但是一碰的真的来了大事就露馅儿啊。疫苗这事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新冠疫苗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运行，关系到亿万生命的安全，这么大的事情，在中国这件事情办得一塌糊涂啊。第一，我讲几件事。第一，在没有批准、没有测试、没有完成这个临床的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已经有数百万人已经接种了这个正在试验的疫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啊！而且这个接种这个疫苗既没有告诉大家可不可以接种，而且很多人是付费的。大家知道这是常识，如果你在实验的阶段，你不能够给别人收费，但是他在收费啊，利用中国老百姓的恐惧心理收费啊，就挣钱啊，又让别人当小白鼠，又收他的钱。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没底线的事情吗？啊，这叫草菅人命，唯利是图，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在疫苗这件事情做的最熟练、最积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疫苗外交啊，拿疫苗做交易、搞关系啊。他有没有认真的去研制这个疫苗呢？没有啊，就是没有的原因在哪里？没有，原因在于他没掏钱啊。真正的你真的要是重视这件事情，就是掏钱。他没掏钱，你怎么说重视都没有意义。你翻过来讲，你比如说美国就掏钱啊，大家我这里有一堆钱放在这里，你们跑，谁先跑到谁拿钱，给钱，重有赏，谁先你们来申请，我给你们科研经费。英国也是一样，中国有掏钱吗？没掏钱。他最乐意什么？就拿着这个来做交易啊，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对老百姓的生命根本不在乎啊！我这结论都是有依据的啊。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整个疫苗统筹
乱七八糟，毫无章法，没有透明度啊。那么疫苗的研制的情况、研制的进展，政府层面有没有跟进？卫健委 CDC 到底怎么样？到现在没有开过一个记者会，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疫苗的情况。然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疫苗到底效果怎么样？没有公布数据啊。就算是上次这个叫什么科兴公司啊，公布在这个《柳叶刀》上面公布的只是17、27的数据，而且不完整的数据，只是他们想说的数据。拿出来说一下，那么所有中国疫苗的数据都没有公布，他们自己有没有公布？他们自己有没有给政府看？给政府也没人看，谁会去看？所以他到现在还不公布这数据有2点，第一点，数据不好看，数据好看早拿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他不公布数据，就说明了一点，心虚，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得到的消息是，中国我们不说新冠疫苗，中国现在的疫苗90%以上都是假的，没有真的疫苗，太贵了，根本就是假的。所以你看看这个会是怎么样，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吗？人民当家作主，对吧？那为什么政府不给老百姓免费打疫苗呢？政府把这个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川普上来就说，我们老百姓1分钱不用掏，我们政府掏了，政府把疫苗买下来，然后给老百姓给国民免费打疫苗。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全能性的政府，中国的财政收入，全世界财政收入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去？中国有6亿人，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少于1000块钱，你想一下，那你一个疫苗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国药集团它有2款灭活疫苗正在申请药监部门的批准，这个疫苗的价格可能是2针600块钱，可能2针是600块钱，就是88美金大家想一下，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少于1000块钱，这个疫苗要600块钱，贵吗？当然很贵，为什么？比其他国家贵啊。国药集团是88美金我告诉你，其他国家莫德纳是最贵的，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它量比较少，它的量没有辉瑞大，它呢大概是每剂是32到37之间，32到37之间就是1剂，要打2剂要打2针，那它比这个国药集团的便宜国药集团1剂是44美金，它的一剂是32到37之间，这是最贵的了。目前最贵的是莫德纳，然后是辉瑞1剂20块钱，2剂40美金，还是比这个国药集团便宜一半便宜一半。然后就是英国的牛津疫苗它的成本是4美金，远远低4美金，远远低，卖多少钱不知道，我就算它挣1倍，也就是10美金以内那为什么牛津最便宜？原因是政府直接把他们的研发经费给付了，所以它成本，而且给它担保，所以它风险成本一下降下来，所以它成本很低所以习近平天天吹嘘2样，第一，社会制度优势我在这件事情我就没看到中国有什么制度优势。中国疫情最早发生在中国，对吗？疫情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最早有这个基因
基因的数据在中国，中国最早开始，陈薇将军说他们2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制，2月份已经开始研制出来疫苗了，可是到现在你看数据还没有，所以你最早动手，可是到现在结果最大规模上市的是谁？不是中国，是其他国家，其他国家还要辛辛苦苦从你那儿拿数据，什么情况？这有制度优势吗？制度优势没有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理政治国很厉害，理政治国很厉害，老百姓还要掏钱，至少要掏600块钱。到现在为止，政府也没有拿出一个方案来，拿出个什么方案？你这个疫苗怎么打？怎么个打法？老百姓有什么方案呢？怎么个安排啊？完全没有。你看看美国，你看看英国，你看看别人德国，那有步骤有秩序的去发生。中国没有，完全没有。这是一个什么？还是那句话，中国就像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一样那你翻过来想，就是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无所作为，无所作为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承担责任，他不去主动去承担这个责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家的性质，这个国家他老百姓没有办法让政府去承担这个责任，那就是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就是选票所以我经常讲，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真的没饭吃。你从这件事情我们往远了说 P2P 雷暴P2P 雷暴说明什么？执政能力很差。P2P 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好好的事情，结果搞成这样子，造就了上千万金融难民。这就是什么？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看近期的说什么长租公寓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也监管不到位。你看上百万白领在街头流浪这就是中共现在的治理能力，治国理政所谓的治国理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基本上没有。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共根本不具备执政能力祸国殃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中共的执政能力。好，我们再讲讲我们那天我们说这个英国先是开始打疫苗了，下星期打疫苗我当时就说，我说英国最厉害，英国最牛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英国最厉害，因为他最早打然后果然英国跟美国就吵起来了就是这专家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就开始吵了，吵什么呢？就说美国人说英国人你这个投机取巧，英国人说你们这个有点笨我们来看看到底英国为什么快，为什么英国审批快，美国审批没有英国快？原因是英国跟美国的对疫苗的审查方式不同美国的监管机构 FDA 它不接受什么呢？不接受疫苗生产商的研究报告、研究结果他要交给他一个研究结果，他研究结果你拿来，我放在边上，我不管，我要什么？我要数据全部拿来，几千页的数据，我从头到尾看一遍，研究一遍，最后通过这数据就得出结论，你这能不能用，安不安全？记住，我从头到尾走一遍，几千页的数据，但当然这个只是有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比较慢，这是一个。所以呢他就说这个 FDA 的局长他自己跑出来讲，他说 FDA 你看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查看原始数据的监管机构
啊，就是在全世界看原始数据的监管机构不多，我们是少数的几个之一啊。那英国跟欧洲呢就不是，他们是什么呢？他们不看原始数据，他们看什么呢？他们看你交来的报告，但是呢，你原始数据也得交来。我看报告的过程当中，我有疑问呢，我去查数据。它不是以数据作为它的审查对象，它的审查对象是它的报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英国的这个监管机构他这么说，他说呢，我们从6月份就开始啊，我们6月份就开始准备了。他说而且我不仅仅6月份开始准备，就是他们开始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开始介入了。就是我不是在等他们拿数据来，我一开始我就介入到6月份，我就介入到里面去了，就是不断的看他们的过程。而且同时呢，他说你的报告一来呢，我不是从头看到尾，那得看到什么时候？我把报告分成5份，安排5组人去看。5组人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不断的开会。我不是个串联，我是个并联。我5组人同时看，然后查数据，核对，最后每个部门的每组看完之后得出的结论串在一起，我就能做审查了，所以它就比较快。所以英国人呢，他的这个行政效率高，它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哈，这么多国家，行政效率最高的是谁？就是英国，它有制度的优势。中共老吹嘘我们有制度优势，那就是跟英国的制度相比，中共的制度跟野蛮人差不多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点，为什么英国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欧盟紧急授权，虽然英国说在脱欧，但是现在英国还没脱。其实欧盟已经授权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你们可以自己审查。所以其实现在呢，德国也好，法国也好，自己在审查这个。但英国这次审查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很多国家就说啊，你英国审了，我就可以快一点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很多东西为什么别人会成为指标，别人成为指标是有原因的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情况就是英国的疫苗从哪里来？英国的疫苗是从辉瑞在比利时的这个工厂来。那么辉瑞这个几天之内就会向英国运送80万剂这个疫苗，然后这个BioNTech 说周2晚上开始，这些疫苗已经在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工厂里面在备货的了啊。那么他们这些疫苗装在盒子里，用干冰保持它们的极低的温度，然后用卡车或者汽车啊、飞机啊直接送到英国去啊。然后这个星期3说这些疫苗在周末之前会抵达政府配送仓库，周末，这个周末，那么下个星期就开始了啊。然后英国的医院已经开始向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安排疫苗接种时间。伦敦的医院系统表示，第一批疫苗将于星期1上午7点接种。你看一下，什么叫发达国家？什么叫先进的社会组织安排？这就是先进的组织安排。他把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步骤告诉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所以社会的透明度就是这么来的。先进在哪里？这就是先进，所有人都能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呢，就是7点钟，星期1上午7点钟，第一批开始打接种啊。那然后就是他们英国是订了4000万辉瑞的疫苗，然后他跟这个牛津疫苗订了1亿啊。大概是这样。美国的疫苗呢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美国来的啊，密西根州，辉瑞在密西根州有个工厂，他们定了1亿，美国政府定了1亿啊，那么如果其实他们随时可以配送，就现在就等 FDA 在12月10号会开个会，最后做一个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应该是12月10号。12月10号 FDA 12月10号开一个专家小组会审查，这个会就会决定这件事情行不行，行，12月10号就可以开始了。这就大概的情况。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就说2点。第一点，一如既往，中国政府在疫苗这件事情不负责任，管理很差，一塌糊涂。每次都是如此，它不断的在重复。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中国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碰到的这些情况的每次碰到这些情况出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从上一次的这个非典或者 SARS 到这一次的武汉肺炎，中国政府的表现是一样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我经常讲的，中国政府干正事呢，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一次都不例外啊。这是第一。第二，你可以看一下西方国家是怎么做事的啊，那就叫先进啊。中国没有制度性的优势，中国制度性的劣势非常明显。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情绪、观点。那么我在这里再讲2件事。第一件事情，请大家尽量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这个推特号跟脸书号。那么很多网友还是收不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通知。那么关注我的脸书号跟推特号呢，我在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我会把链接发上去，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这样会比较方便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这个每天2档节目啊，这个时间已经固定，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安排放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那么没有收到通知，还没有知道这件事情的网友，请留意啊，我们恢复原来的1天2档直播节目。OK， 我在这特别公告一下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Frankie 吴其昌啊，谢谢王老师，请王老师喝咖啡。坐标香港，老共棒打越来越凶。老王老师有时间给香港人分析一下，香港人情绪也很压抑，谢谢。是的，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恶劣啊，有一些立法委员已经去其他地方了啊，所以我们找时间再来谈这件事情啊。那么另外呢，我手头上有一篇 AP 的稿子啊，这 AP 的稿子讲什么呢？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初期，为什么世纪河那么紧张啊？大家知道世纪河很紧张是武汉肺炎初期的一个状况啊，那么这个状况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AP 里美联社有个采访稿，我想找个时间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他做了非常深入的调查，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啊！我大概会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吧，找个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件事情。我看了以后，我也是很震惊啊，好吧？鸡粉，谢谢软光果喷色，谢谢 Lin Eric， 谢谢雪团 Snowball， 谢谢三门高，谢谢观点。王老师说的中国疫苗90%是假的，我非常赞同。
我女儿10年前出水痘，在加拿大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们在国内注射的疫苗失效了。这个我说的这个话不是乱说的，是有根据的有根据的，这个不是我乱讲，是这个行业的人跟我讲，这个行业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做这个生意的，他很清楚啊。姥姥王，谢谢，向翻墙的朋友们致意，做最好的自己，谢谢姥姥王。刘福，谢谢。观点，我认为不过是莲花清瘟双连环的超级升级版而已，反正他谁也不能质疑他，不能调查里面有些什么，当然就可以随便他说什么了。你想一下，一个在卖莲花清瘟然后就卖这个双黄连的国家，它的疫苗能好到哪里去？这个国家你会觉得很可笑。这个带着大金链子的勋章的这个钟南山，天天在卖莲花清瘟就是一个这样的然后他评为国家英雄。我觉得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国家特征观点，曾经的钟南山都这样了，现在的某某某就想一举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不管中国怎么宣传，为了自己的孩子，我坚决选择不相信。观点，之前的新闻，西方各大疫苗机构相继报道各自疫苗的抗性数据，而中共负责人被询问中国疫苗抗性时，只婉转的表达我们的也很有效个人认为，中共总以数据美化中国故事，要是疫苗真的有高抗性数据，中共肯定大做文章。就是这样，他不公布的原因只有一个，数据不好，没抗性，没有保护性观点，中国疫苗只要达到最基本的有效性，全面注射就能达到群体免疫，达到中共的政治目的，即使出现大范围的副作用或者是无效疫苗也无所谓。中国人口基数大，几十万几百万受害也能用无情的统计数据解释。好吧。情况，英国疫苗接种自愿且免费，下周开打。运送首批辉瑞新冠疫苗的货车已经抵达英国境内，并将在本周末把疫苗分发到位于全英各地的53家医院。英国首相鲍里斯有意在电视上直播接种辉瑞疫苗，并以打消民众对新冠疫苗的顾虑。卫生大臣和苏格兰首席大臣表示愿意直播接种疫苗。周围一些有顾虑的同事和朋友表示，这确实有助于他们增加信心。情况，日本立法通过明年全民免费疫苗，若有不良反应，其治疗费用政府也承担。情绪，隔壁全面小康还要老百姓掏腰包，想想真觉得阿贡仔挺恶心的。情况，国内事业单位新入职员工都会被注射新冠疫苗。提问，王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朋友在英国第一线，下周可以免费打辉瑞公司的疫苗，为什么美国公司研制的疫苗却是英国第一个打呢？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英国会比美国快？因为美国 FDA 要把几千页的报告数据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得出结论。英国他6月份开始准备，然后他不看数据，他看报告，数据也看，只是报告有疑问的时候去查证，然后他把报告分成5份，5个小组一起看，所以他就快就原因就是这点，所以这就是制度的差别情况加观点，王老师好，打卡西班牙，身边4类朋友实情。第一，北京政府下属医药行业协会一把手，他们说要等到医护人员大规模接种后，看看情况再说。第二种，
北京医疗器械和药品公司的朋友说，对国产疫苗存疑，拿不定主意。第三种，定居西班牙多年，一直做国内生意的朋友，10月份就打了，成为第一批小白鼠。第四种，定居多年并在西班牙做生意的朋友，质疑欧洲疫苗，想回国内打。那我还是支持他回国内打啊。观点：离政权越近越恐惧，离微信越近越无语，非常正确。你还是鼓励他回去打吧。啊，这种好事我们不拦着啊。情况：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菲律宾、沙特、马来西亚、葡萄牙、巴拉圭、约旦都已经国会通过全民免费疫苗。你看，像俄罗斯都免费疫苗啊，那么中国还是免费不了啊，可见没有选票差别很大啊。观点：没有100%安全的疫苗，总有个别人会有不良反应，有的甚至威胁到生命。国家包了，出了事也是国家担，让自己出钱，出了事一句话，你自己愿意打，政府完全不负责任，所以所有的结果都推得一干二净。无耻的共匪，政府没有底线，非常正确。其实我做这个新闻我非常愤怒，其实我是生着气做的节目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吹牛可以吹嘛，但是没有底线的吹牛，然后你做的事情又没有底线，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用无耻来形容啊，就是已经到了怎么说呢？到了冷血的状态了啊。观点：说是给很多出国人员打疫苗，然后又要求双阴性才能回国，打了疫苗按理说就应该有抗体，就抗体阳性了也做不到双阴，那也就回不了国，简直莫名其妙。要么就是自己知道疫苗根本没用，产生不了抗体。提问：今天中共公布9张量子电脑，速度是去年谷歌公布的几百亿倍。昨天我已经念过这新闻。老师，你觉得这是宣传为主还是真有其事？有没有理工的朋友提供一下看法？身在台湾的我们虽然知道中共99%的信息都是吹牛，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压力还是很大，生怕自己自由世界被压制，台湾会沦陷。昨天我看这个量子电脑，我已经看了好多文章了啊，但是昨天我没办法用个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资料啊。如果是他说的真的是70多个，76对吧？76个量就是比特，就是76个。如果他真是70，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谷歌是52个。他要是76个，多出20多个的话，那真的是差几百亿倍啊，真的是差几百亿倍。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增加一对，它是一对一对出来的啊，因为它是量子缠绕啊，用缠绕的方式啊，你知道增加一对它的难度会增加多少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反驳他，说他那是不对的，那我没办法反驳。就是说，但是我合理的怀疑总可以吧？我觉得他牛成这样，我没看出来啊，我没看出来他牛成这样啊，我没办法反驳，我只能合理怀疑啊。观点：9张量子计算机是中科大潘建伟团队做的啊 ，OK， 潘建伟啊，中科大潘建伟团队做的那个吗？之前做量子加密技术，他已经骗了上亿经费，党需要这么宣传，他会继续骗经费下去，挤压那些真正搞科研的大学团队的经费啊 ，OK， 潘建伟，我们查一下啊。新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即将于1个月之后正式实施。
中国的6亿女性即将迎来至暗时刻，此后只要中国男人不同意，只要中国男人还需要生育机器，中国女性就离不了婚，是吗？他不是只是有个冷静期吗？冷静期过了还是能离吧，是不是这样？翻过来也是一样嘛，只要女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女人不肯离婚，男人也离不了婚。这个不能，我觉得这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是对等的嘛，对等啊，这个我不同意啊。观点：中共施政及治理真的没能人吗？还是权贵故意制造各种投机取巧的破口，方便上下其手？一小撮的党员权贵吸十几亿中国人的血汗。不是没有能人啊，不是没有执政，不是靠能人。如果执政只是靠能人的话，那中国还有制度干什么啊？制度性的问题啊。观点：中共不仅做事一塌糊涂，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塌糊涂的事情上加上无限级的赞美和吹捧，强迫他人认同，非常正确。你比如说像这次疫情，疫情来自中国，来自武汉。武汉从疫情开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报道，我们知道武汉发生什么事情，那不是一般的乱，那不是一般的混账，那就是草菅人命。中共居然现在可以吹捧，说你看我是模范生，你说不要脸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是各种甩锅啊，这个来自美国，这个来自意大利，各种甩锅。就说你可以，就说你找理由找借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把这个事情翻过来讲，我这叹为观止呢，就是啊。情况王生好，曾经的医药行业的人员，再次借王生的节目说两句。如果条件允许，打疫苗这事儿往后靠，特别是孩子打疫苗的事儿，今年和明年前半年都别考虑，中药就别吃了，特别是不要自购中成药乱吃。旧皮鞋做胶囊不是玩笑，淀粉药丸那是良心药厂，你根本就无法想象你吃进去的那东西都是些啥玩意儿。OK， 大家听到了哈我们这位网友已经讲2次了啊。特别是孩子打疫苗这事儿是不靠谱啊，尽量的晚一点啊。情况现在北京的流感疫苗接种都成问题，疫苗不够，几百人在寒风中排队，打电话咨询，回答说不清楚不知道，还能奢望新冠疫苗吗？情绪在不公平的局势下选择中立，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啊。OK， 前提是你说的是真的吗？情况南京市区现在小区里已经出现了叫哨兵的新型监控系统，能够检测出是否戴口罩。目标运动是 Windows 系统，具体功能有待观察。OK， 情况因疫情导致进口汽车芯片大量缺货，导致国内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的多家工厂已经大面积停产，预计损失惨重。目前情况不明朗，依然等待进一步消息。疫情对于供应链及工业生产的影响依旧巨大。情况我舅舅的超市名字叫东方红，现在不让叫这个名字了，要改名字，说影响不好，坐标湖北，那就改成东方黑吧。情况坐标北欧，很难赶上王老师节目，向您问好。前几天我认识的一个我们小镇当地当公交司机的老阿姨问我，武汉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放出来的？由此可见，欧美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一个是什么样的观感。情况几个月前发微博要割芳芳的舌头，叫她说真话，送她去美利坚，毕竟美利坚真恶心的微博博主
昨天零下10几度的天气，在寒冬中被蛋壳房东驱赶出门，发布微博求助，并抱怨弱势群体没有人保护。这个我已经看到了啊，割舌头啊，对啊，你把帮弱势群体说话的人的舌头割掉了，然后当你成为那5%的弱势群体的时候，谁来帮你说话呢？情况今天被《华尔街日报》推送了一篇题为《中国在美国的唯一有力盟友——华尔街》的文章，里面详细分析了为什么华尔街醉心于为中共提供帮助，并且特别点出 BlackRock 把 A 股纳入 MSCI 指数之后获得 political favor 以及可能的道德问题。这篇文章能否遏制第5纵队将来的活动的效果？不能。为什么？钱的力量是持续的啊。华尔街我一直在讲，从中美贸易战开始打到现在，我一直在讲，在美国中共的唯一的盟友就是华尔街。从去年讲到现在啊，情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胡说，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不同意这个话。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是中国人民选的，他是拿枪杆子打下来的，所以不能这样讲啊。情况最近嫦娥登月插国旗的视频，一看就没几个，就是没学几年 3D 动画的人做的，很多五毛热的银矿，感觉他们已经瞎了，看不到真相。OK， 好，明谢 Helen 张，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王老师。Tessie 康，谢谢啊。OK， 情况说个烦心事儿，本人北京海淀区做餐饮，最近每天跟垃圾分类战斗，每天几桶垃圾、厨余、剩饭都要拆开塑料包，然后恶心在自己厨房冲洗，否则收厨余的垃圾都不敢收。丢垃圾堪比抛尸还难，老百姓饭都吃不起，还垃圾分类，农村盖厕所。OK， 明谢归人666。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又塑造什么样的人民，政府是人民素质的体现，时光磊。OK， 好吧，在中国，人民跟政府，老实讲，民和政府民权跟政权其实它是个对立体，就是当政权大的时候，民权就会小，民权大的时候，政权就会小，它是个对立体。或者说我们讲人民跟政府，他们互相塑造，政府塑造人民，人民也塑造政府，但是他们互不诞生。诞生政府跟诞生或者人民的状态，它是有关联，但是不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他们是个对立的，所以他们没有因果关系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